大家好，我是幸福的眼泪。邻居给了我2盒炼乳，他说不知道怎么吃，给我肯定不浪费。我想起几年前在一家面包店买过一个北海道炼乳吐司，特软，奶味特浓，很好吃。当时心里还想着回家琢磨一下做法，结果想做的太多了，忘到后脑勺后边去了。多亏我的好邻居，让我又想起来了。这回做了3个吐司，除了第1个失败了一点，剩下的2个都还不错，超级松软，奶味浓郁。这种软软的吐司，我还是喜欢用中种法做。先揉一个中种面团，材料放进去，5档揉5分钟就行。揉好以后也不用滚圆，直接放在盆里，先在室温下发酵30分钟到1小时，再放冰箱冷藏发。第2天拿出来扒开看看，像这样组织有很丰富的蜂窝，就证明发到位了。然后就把中种面团和其他材料一起放入揉面缸里，先用1档揉1分钟，再转5档揉9分钟。现在你们看到的配方是我第1次做的配方。我第1次做的时候放材料有点手抖了，蛋清儿本来想放40克，结果放多了，放了48克。我想着多就多吧，我不加粉，大不了就是面团黏一点，我可以搞定的。刚开始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，一滩烂泥。这个时候加粉倒是也可以，但是如果不加粉，坚持下来，做出来的面包会很软很软的。看，再多揉一会儿，面团出筋了，它就没有那么稀烂了。揉到面团出筋，就这样一拉，不那么容易断开就出筋了。这个时候可以加黄油了，先用3档揉3分钟，再转5档揉，再揉个3分钟左右就差不多了。这个配方出模还挺快的。最后我揉到了这样的膜，我的天呀，我感觉我是第1次揉到这么透这么薄的膜，而且还不容易破。看这个破洞光滑的哟，我当时可开心了，一把把这面团拉起来，它也没断开，说明我这膜揉得太好了呀，哈哈哈哈。测了一下面温，美中不足，面温低了点，24到26度比较合适。心想没事儿，水量大，发得快。然后就滚圆，面团比较黏嘛，滚圆的时候就用这种折叠的方式，可以帮助它增加面筋强度。这样折叠完以后，你会发现你的面团变得更有劲儿一点了。盖好，26度左右松弛30分钟就行。然后我又揉了一块面。每次做新配方，我不可能只做1次的，因为我太了解我自己了，我知道1次肯定做不好。因为第1个面团太粘手了，所以我把蛋清和牛奶都稍微减了一点点量，但是不能减太多。你要是想做出软软的面包，水量肯定要大一点才行，要不然做不出特软的面包。这个膜揉完以后，破洞也是光滑的，但是我就觉得好像没第1个那么结实，一拉容易破。我琢磨着这个是不是也揉点揉过了，或者说没揉到位，先不管了，继续做吧。也是发酵30分钟。下面有请1号团子选手，松弛时间到了以后，就给它倒出来，分割成3份。因为它液体量太大了，面筋不够强，所以你们看它是横着长的。分割好以后，还是用折叠的方式给它滚圆，也是可以再1次增加面筋强度的。你们看它越折叠越光滑，越有劲儿。3个都弄好，松弛20分钟左右，然后就可以进行第1次擀卷了。擀卷原则就是轻揉，不用力，不要反复擀就行了。为了节省时间，也为了能更好的看出区别来，我就把1号和2号选手放一起给大家看了。其实这俩我是分开做的，有看出区别吗？我觉得1号擀的时候回缩的更厉害一点。松弛20分钟以后，再进行第2次擀卷。这第2次擀卷看着好像区别不大哈，因为我1号松弛的时候还揉了3号，又给2号分割啥的，手忙脚乱的，所以1号松弛的时间有点久了。没事儿，这都不是重点，继续。我擀面的时候没有太用力，太使劲擀，就擀了1到2下。翻面以后，这个底边也不要特别使劲的给它压太薄，就轻轻的稍微压薄一点就可以了。卷好以后，就把3个面团都朝着同一个方向放到450克的吐司盒里，进行最后1次发酵。你可以用发酵箱或者烤箱或者微波炉加温水，但是记得这个发酵环境的温度一定要均匀，所以我会预热到温度以后关掉机器，不让它持续加热。最后的发酵温度不要超过38度，湿度80%左右。忙活半天了，终于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会儿了。怎么这座上长了个猫啊？嘿，你瞧瞧，都不带起来的。面团发到8分满就可以放到烤箱里烤了。面团最高点距离模具顶部还有2厘米，表面刷点牛奶。
不需要用剪刀的，我就是闲得手疼。放到预热好的烤箱下层，上火140，下火200，烤25分钟。我这个烤箱我就把上火调到最低。失败了。哎，我就知道这第一次啊不会那么容易成功的。没长起来，它长了一点点的个儿，但是没长开。看这个上色有点深了，但是它没有回缩，说明我这个烤熟了，温度高了点，所以下一个下火温度就调低点，用190度烤。25分钟已经很短了，这个液体大，再短的话容易粘牙，所以只调低温度。如果你烤35分钟是这个样子，那就要缩短时间，而不是调低温度了，因为35分钟时间有点久，水分会消耗的更多一些。哎，这第二个长得还挺好的嘿，看来还是这个膜更有劲儿一点。看这第一个和第二个，简直差了一头，就跟我和我老公的身高一样。咱分析一下第一个为什么长不高啊？首先来说，肯定不是没揉够。如果没揉够，膜不会这么薄，破洞也不会这么光滑。这个膜这么薄，破洞还是光滑的，长了又没长太高，说明它还是揉过了。从这个案例看，液体太多的话，膜是不能揉得太薄的。太薄的话，筋度也没有那么强韧有力，所以它长得不是很高。可能有的小伙伴会觉得，是不是就是因为我那个水放得太多了才这样？我也有这个顾虑，会不会不是揉面的问题，是配方液体量太大了，所以3号选手诞生了。3号和1号是一个配方，3号还手抖多放了1.5克的牛奶，但是因为3号揉面没有揉那么好，所以它面筋会强一点，它就长个了。不过大家还是做2号吧，液体量大确实有难度。如果你想挑战的话，就记得注意一下揉面这块，就是也不能光看膜的状态，还是得根据配方情况来调整。这个面包真的非常软，不瞒你们说，我这个撕开的镜头是第2天拍的，放了1晚上了，它还是这么的柔软，真的很好吃，奶味很浓。有条件可以买北海道炼乳，味道会更好。面包可能没有你想象的甜，因为炼乳含糖量在40%到45%左右，这个面包总糖量也就是35克左右，不会太甜，强烈推荐你们试一试。希望今天的这个分享能帮助到有同样问题的小伙伴们，欢迎大家留言共同探讨。今天就到这里啦，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一定要关注、点赞、评论、转发哦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